趙麗穎還會反彈嗎？因作品口碑與緋聞被放大討論。近2年的娛樂圈幾乎每天都在製造新的話題，從年初網紅爆料引發的輿論混戰，到頂流男星的連環爭議，再到張雨綺、金晨等演員因言行和選擇作品被反覆審視，熱搜像一個永不打烊的集市，喧嘩而擁擠。大量信息在極短時間內被拋出，消費、遺忘，真正與創作、行業生態有關的討論，反而顯得稀薄而珍貴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楊冪、孫儷同時拿下總台視後的消息，顯得格外安靜，卻也格外溫暖。那是一種久違的、屬於作品與演員本身的肯定。楊冪站上領獎台的那一刻，許多觀眾會心一笑，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轉型努力的認可，也是對流量演員也可以走向表演深水區的一次正面示範。但獎項從來不是終點，恰恰相反，它往往是另一段更陡峭道路的起點。榮譽會放大光環，也會同步遞上放大鏡。從此以後，演員的一舉一動、一句台詞、一次表演選擇，都會被置於更嚴格的審視之下。成功不再只是加分項，它會悄然轉化為一種壓力，將視線轉向趙麗穎，這種光環反噬的狀態就顯得尤為典型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，趙麗穎被視為85花中相對穩定、扎實的一位。她的職業軌跡清晰而務實，從早期的《陸貞傳奇》打開國民度，到《知否知否》應是綠肥紅瘦確立古裝劇代表作，再到《風吹半夏》《幸福到萬家》等現實題材作品，她一步步完成了從流量演員到主流認可的過渡。2024年，她接連拿下金鷹獎、飛天獎視後，一度被媒體評價為85花中演技最穩的一位。正是在這樣的高光之後，2025年的變化顯得格外微妙。上半年幾部作品播出後，市場反饋並不如預期理想，一些觀眾開始指出他在表演上的安全區問題，情緒表達路徑相似，角色氣質趨同爆發戲有模式感。在《人間》播出後，這類聲音被進一步放大，從專業討論逐漸演變為情緒化標籤。與此同時，一張模糊照片引發的私人緋聞迅速成為輿論的焦點。在信息並不充分的情況下，各種猜測、解讀、二次創作在網絡上擴散，將他的公眾形象推上風口浪尖。他那句直率回對的"算你沒"，在不同受眾中引發了截然相反的反應。有人覺得這是難得的真性情，也有人認為他在高位時缺乏公眾人物應有的克制。作品爭議與私人討論疊加，形成了一種典型的高光期後綜合症。這並非趙麗穎一人的問題，而是當下娛樂工業中反覆出現的結構性現象。演員這個職業本質上是一種高度公共化的工作，個人生活、職業選擇、社會形象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織。在上升期，觀眾更願意用努力真實去解讀演員的個性，但當演員站上高位，輿論的容忍度會迅速下降，同樣的行為可能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。更重要的是，高期待往往意味着低容錯。一旦作品沒有達到既定高度，失望就會被迅速放大，甚至被解讀為退步下滑，不再值得期待。這並不是理性的藝術評價，而是一種情緒性的落差反應。從行業角度看，類似困局並非無解。對演員本人而言，第一是節奏管理，頻繁出現在類型、氣質相近的作品中，很容易加速觀眾的審美疲勞。適當放慢腳步，減少曝光頻率，把精力集中在真正具有長線價值的項目上，反而有助於延長職業生命。第二是主動尋找挑戰型角色，跳出既有成功經驗，意味着風險，但也是突破的唯一途徑。
觀眾並非不能接受失手，他們更難接受的是安全但重複。一次不完美但有野心的嘗試，往往比10次穩妥卻相似的演出更有說服力。第三是輿論溝通的策略意識。保留個性並不等於毫無邊界。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環境中，任何一句情緒化表達都可能被無限放大，脫離語境解讀。學會把真實感放在作品中呈現，把克制感留給公共空間，是一種成熟演員必須面對的課題。而對於觀眾來說，也許同樣需要調整期待結構。明星並非流水線產品，他們的成長必然伴隨試錯。把每一部作品都當作連續創作過程中的一環，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終極評判，或許更有助於理解演員的真實狀態。真正值得討論的是變化的方向，而非某一次結果本身。媒體與平台也承擔着不可回避的責任，將未經核實的私人信息包裝成全民討論，短期內或許能制造流量，但長期來看，只會不斷侵蝕公眾對作品本身的關注度。模糊照片、情緒解讀、過度聯想，消耗的是整個行業的討論質量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趙麗穎還能反彈嗎？答案或許並不取決於一次回應、一部作品，甚至1-2年的成績，而取決於她是否願意在爭議中重新校準方向。他已經證明過自己具備扎實的表演能力，也擁有足夠的行業資源。真正的考驗在於，是否能在高期待的陰影下，重新建立一種更自由、更冒險的創作狀態。至於楊冪、趙麗穎這樣的演員，他們都曾站在高處，也都會經歷瓶頸期。區別之在於，誰能把爭議轉化為燃料，而不是負擔。作為旁觀者，我們當然可以看熱鬧，但不必急着下結論。把熱度當成現象，把作品當成文本，給演員一點時間，也給創作一點耐心。或許下一次出現在銀幕上的他們，會帶來完全不同的驚喜。真正的問題也許不在於某一位演員能否反彈，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給長期成長留下空間。